辉达一度挤下微软，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。甚至你只要把全球市值前10名的公司摊开来看，就会发现里面有1半以上都积极投入 AI 产业。不只是那些大公司，任何公司只要跟 AI 沾上边，就好像得到臂长金牌一样。2024才刚走过一半，妖股是一个接着一个，突然之间翻个4、5倍都不是问题。也因为这样，一定很多人突然梦回2000年那长史诗级的泡沫，进而开始担心 AI 会不会泡沫化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你常常听到泡沫化这个词，例如日本房产泡沫导致失落30年，2001年的网络泡沫，近几年还有中国的泡沫。今年最被广泛讨论的就是即将泡沫的 AI 产业。这些故事的开始总是暴涨，而故事的结局总是有大量的韭菜们惨死于暴跌。那什么叫做泡沫？白话说就是某种资产的实际价值远低于被吹捧出来的价值。当某种资产被广泛的投资人当成救世主一般的存在，每个人都像加入了邪教一样疯狂往里面塞钱，甚至觉得有掺上一脚是很光荣的事情。教友们还会互相比较，谁砸得多，我这个月又投了100万进去，马上就涨了20%耶，你呢？什么？你才100，我300万而已了。至于钱砸太少的，还会被隐晦的嘲讽，因为你的信仰不够坚定，会让你错过从底层翻身的大好机会。然而，不管是场上在怎么吹捧，还是会有人谨慎地评估这个资产的价值是否被吹过头了，因为泡泡越吹越大，总是会破的。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几次泡沫，像是荷兰的郁金香泡沫，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泡沫事件。当时荷兰的经济状况不错，正好郁金香被引进了荷兰。一开始是一些有钱的植物爱好者在买卖跟改良各种高级品种，到后来投机分子加入，把价格炒作得更高，而一般民众也发现了郁金香生意有利可图，就连不是高级品种的郁金香都开始变贵。结果在这样一堆不相干的人炒作之下，原本的植物玩家们就觉得莫名其妙，妈的，我买个花越来越贵，不跟你们玩了。郁金香又真的只是花而已，除了原本那群买家之外，根本没有其他需求端，没人接盘的情况下，郁金香的价格就开始暴跌。又或者开头讲到的2000年发生的网际网络泡沫、互联网泡沫。1993年网际网络出现，大家意识到这是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，而这代表的可就是未来。未来完全是最好卖的产品，卖你一个想象，一个希望。这个想象是无边无际的，能带来的利益也是不可限量的。所以当时只要跟网络沾上边，就很容易获得资金，甚至很多公司都会把自己的名字取作叉叉叉打抗，生怕大家不知道自己是做网络相关的业务。但这样的模式有着天生的缺陷，也就是那些公司完全都是在相同的领域，并有着相同的商业计划，就是通过网络效应来垄断。很显然，即便那个计划再好，每一种产业的胜出者都只会有一个，那么其他有相同商业计划的公司就会失败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不少公司在上市初期获得巨大的财富，那些早期的成功都成了泡沫的催化剂，就像有人吃了更多口香糖，让这个泡泡能吹得更大一样。而网络股的繁荣时期吸引到大量前所未有的散户投资，当时不少媒体报道人们甚至辞掉工作，专职炒股的现象，不觉得听起来很耳熟吗？现在打开 Threads， 全部都是少年股神，比航海王那波还要疯，啥都不用问，就是 all in AI 股。黄仁勋都说买越多赚越多了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买嘞？回忆当时2001年网际网络那波热潮，最后的结局是美国联准会突然升息，使得资金大幅度撤出股市，不止股价大跳水，很多中小企业也在撤资后直接破产。而这次 AI 呢，我们该观察什么现象？马上跟你剧透。如果你对投资理财观念很有兴趣，或是想学习股票、期货、美股、比特币、ETF 等金融商品的波段投资方法，你可以在这部影片左下方点赞，这部影片就会存在你 YouTube 记录里，以后你想复习的时候就不会找不到了。系统演算法也会推荐你其他同类型的影片，让你方便学习。
讲回另一个发展 AI 的巨头比尔盖茨，最近他出席了很多访谈，而且讲的话还蛮耐人寻味的。首先，他接受彭博社访问，当被问到是否会认为 AI 产业目前的市值是泡沫估值的时候，比尔盖茨说了，目前增长的倍数并不像网际网络泡沫那样夸张，而且支持 AI 的是坚实的技术基础。AI 的发展是真实的，且会在许多方面推进世界前往下一个时代。但他也提到，在 AI 产业里，最终会有所谓的大赢家来引领局势，像微软就投入了数十亿美元来提升相关的技术，才能确保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。后来他接受另一个知名 podcast 节目访谈的时候又讲到，进入这个领域的门槛非常低，我们正处于一种超越了当年网际网络跟汽车工业的狂热状态。进入21世纪之前，没有一家公司的市值达到1兆美元，但现在却有公司，它不生产晶片，就只是设计晶片而已，就可以在短短6个月里增加了1兆美元的市值。AI 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，同时也有非常多人进入。虽然微软跟谷歌拥有最多的资本，但这没有真正阻止其他人发展。讲到这里，有些外行人可能就觉得纳闷了。听完比尔盖茨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讲得模棱两可的，好像有讲什么重点，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讲。说到底，泡沫都是破掉了以后才知道那叫泡沫的，而破掉之前，它还是会越吹越大，直到临界点，对吧？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这部影片里说过的金融危机故事，当时大卖空的这群人，就算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来得出房市会泡沫化的结论了，但还是等了1年多才真的发生。这中间扛了庞大的账面亏损压力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撑得住的。回头来看比尔盖茨，他认为以后每个人都会有一副配备 AI 的耳机， AI 会直接去协助你日常碰到的所有事情，把你化为大数据的一部分，成为更贴身的助理。所以 AI 这个产业跟技术本身不会成为泡沫，真正会泡沫化的是某些 AI 企业的股价，这些股价因为被过度炒作而最终会崩盘。那怎样判断是否过度炒作？这几年一堆公司在 AI 领域砸下数千亿美元做研发或制造或代工或通路，大家都要分一杯羹。但目前为止，你认真的想一想，你的周遭、你的生活、你的亲朋好友谈论 AI 时，是不是都只谈论股价？对于 AI 给生活带来的变化，反而很少有让人赞叹的变化，是还不是？意思就是 AI 目前的程度并不至于引爆下一次的经济革命，又或者说还不到其1点的程度。更白话的说，目前 AI 对人类世界所带来的改变很轻微，并不像1759年的工业革命一样迅速从农业社会快速转为工业，整个大翻转也比不上近10年对每个人的生活有最炸裂改变的智慧型手机和网际网络，对吧？你现在可以不用 AI 相关的任何东西，但你能没有手机跟网络吗？那么当这个荣景背后的空洞被大多数的人发现的时候，就是见阎王的时候了。对，我再说一次， AI 技术不会是泡沫，但 AI 企业的股价可能会变成泡沫，因为这种新兴技术基本上成长模式都是长一样的。在网际网络的泡沫破掉之前，也是有大量的资金投入要研发或扩展网络相关的事业，不只有炒作，也有对于这个技术的展望。虽然当时网际网络公司的股价泡沫化，但技术没有泡沫化，所以一路发展到现在，没有人不需要网络。当然，在泡沫化期间，投入资金在网络相关事业的金主，很多也都被割了一波韭菜。这就是因为新兴行业大家都会挤破头的想去分一杯羹，经历泡沫之后，真正有实力的公司将会脱颖而出，或者被最有钱的并购，然后竞争者越来越少，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越来越高。这不就像是比尔盖茨所说的吗？目前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，但接下来会有真正的大赢家出现，而企业一旦成功的崛起，就会为自己的行业做一道城墙，或称为护城河，避免大量的竞争者来跟自己分这块饼。那这个关键性的差异，也将会带领整个产业成为一个完整的新技术。不管是微软还是谷歌，他们都是当时成功撑过网际网络泡沫的公司，现在他们已经是成熟的科技巨兽，一旦 AI 的泡沫破掉，他们就会准备好自己的獠牙，一次吞掉其他竞争者。钱多同时也代表
他们可以从人才开始进行垄断，进而垄断新技术的开发，垄断整个产业的未来。不管是什么产业，从新兴产业转为成熟行业的过程都是这样，不够厉害的会倒掉或者被并购，最后只剩下少少几间真正有料的，而且会厉害到让其他人无法再踏入这个门槛。就以外送服务来说，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好几种业者，但现在还活着的主要就是吴博弈跟富胖达嘛，而且接下来富胖达也要被吴博弈吃掉了。一开始吴博弈在台湾要竞争，就是靠着一直推各种优惠，每个月都有免外送费，渐渐的其他平台打不赢，消失了，是不是就开始越来越贵？你看看现在不止外送费，还有一个平台服务费，要免外送只能多订一个会员资格，给外送员的抽成也从以前创造各种月入10几万的传奇，到现在外送员越赚越少。但是就算吴博弈抽成越来越高，也很难出现其他竞争者，因为其他人的市占率已经不可能追上他了。而且因为吴博弈的品牌跟依赖度已经根深蒂固，你肚子饿的时候，手还是会习惯性的往那个绿色 APP 按下去。即使今天有个新的平台想要来竞争，前面也可能要摸个好几年，赔个好几年。我们在给初学者的投资终极指南里面有分享过，那些高资产大户再去达成资产翻倍的投资方式，也就是抓住新兴产业的布局方式。以 K 线图来看，这种股票前期先发酵，这时候大户会用资金的少部分来进行卡位，题材被散户看见之后开始炒作，有了第一波涨幅，然后主力抛售割一波韭菜，也就是泡沫化发生。价格下来之后，进入大户主要布局的阶段。这个布局的时长具体多久不知道，因为必须等到技术发展成熟，反映在实际营收上面之后，才能开始获利。所以这段少则3年，长则5到10年的时间，大户都会继续分批买进。等到主升段出现，这时候股价要再翻个5倍、10倍都不是问题。总而言之，作为一个散户，你该问的不是什么时候会泡沫化，而是为什么要害怕泡沫化。首先，就算真的出现泡沫也没什么，这是一个新兴产业在登大人的必经之路。真金不怕火炼，泡沫化反而是一个帮大家去无存精的过程。最终活下来的企业会像活过网际网络泡沫的微软跟谷歌，成为产业的领头羊，市场的巨头。而且泡沫化等于帮你把股价变回好入手的价格，这完全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一个达成阶级翻身、资产翻倍的机会。其次，会需要担心泡沫化只代表2件事。第一，资金配置的比例有问题。关于资金配置的比例，你一样可以参考我的这部影片，里面就有分享我自己资金控管的逻辑，让你能保护好自己的财富。第二，没有规划止损或停利。不管你投资什么东西都一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出场，永远都是散户最大的难题。如果今天你下单的时候有把盈亏比加进去思考，甚至你可以找出满足点的话，就算你不小心做错方向，赔了10万块，但你每次做对都能赚100万，那你的盈亏比就会是10倍。所以你每做对一次，就会有10次的犯错扣打。但是如果你对于赚到100万的大行情觉得很陌生，或者说就算给你10次也不够你错的话，你可以先来报名我的文章跟线上教学。除了能跟着按图施工，让你不错过大波段的行情，每周还手把手陪你看盘，顺便把操作技巧跟逻辑心法都讲给你听。有问题也可以直接发问，当场厘清。不断透过实际盘面的推测跟复盘，累积实战经验，将会帮你培养出大波段的投资眼光。未来不管哪一种商品，都可以用同样的逻辑举一反三倍，就是像生意人的投资眼光一样，能够闻到钱的味道，自然而然的让你往有大钱赚的地方去。就算今天泡沫化让翻身机会来到你眼前，要能够抓住机会，只学基本面分析还是不够用的。就像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全球顶尖基金经理人彼得林区，他的投资哲学只买自己知道的东西。要判断哪间企业是真材实料，有机会成为 AI 霸主，不只是要辨认关键技术跟技术发展的进程，还要对于企业营运吸筹的能力有一定程度的认知。相较之下，技术面就比较轻松单纯，要判断多空视角，看头部形态，看筹码变化都可以。如果手边刚好有我研发的超直觉波段软体，
更可以用彩色 K 线跟控盘阶梯来帮你增强信心。不管是 AI 还是任何领域，要发动大趋势、喷出大涨的条件，说穿了就是需要大量资金流入。在大行情发动之前，其实都能从 K 线图中看到许多大户进场的痕迹。所以，我们只需要减少出手频率，把时间跟精神都花在寻找大机会，一次赚多一点。这种模式的满足感跟成就感，不是每天当个股市打工仔赚菜钱可以比拟的。当然，大行情不会每天有，我更推崇挖掘大行情发动前的征兆。进场就无脑爆大波段，认真赚一趟，别人可能要短冲几十趟。如果你还没有遇到擅长玩波段的学习对象，可以在影片下面的资讯栏找小帮手取得免费资讯。当你达到财富自由，希望身边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提升生活品质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，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。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不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如果你认同，请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，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哦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